哎，大家好，我是原版你们良欢，欢迎来到尽量更新的第36期。这期是很多朋友们等待的一期啊，梁欢的混音铁律。朋友们期待这期有两个原因了，一个是很多朋友特别期待我讲混音嘛，其实我们此前讲过一些，但它融在各种细节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就知道，只要我做这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公布。也有的朋友是二者都很期待，但是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首先，我们先来讲梁欢的混音铁律，可以在这儿先截一个图。这8点，这些混音铁律并不包含什么啊，你怎么使用压缩，你怎么使用限制啊，这些都不包括，因为我假设你已经非常明白这些东西是如何使用的，并且它们的原理是什么，你都明白了，这个时候你才更适合啊，我要自己动手亲自去混音了，这个时候是更合适的时机。所以这8条更多的是一些实际操作的混音端会遇到的一些技巧和一些自己的一些总结吧。OK，我们先来讲，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呢，这儿还有一个工程。这个工程总共就5轨，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在是一个没混的状态，然后我们就着讲的，再把这个给混一下。非常简单的一首歌，就5轨。好，首先第一点，在混音阶段，你90%的 EQ 操作都是在往下压频率。这里边的原因是因为绝大多数频率在你一首歌里的某一个轨道里，它是不变的。然后判断方式也非常简单，当你要往下压的时候，或者当你要切的时候，你开着全曲，针对要改的这一个轨道，然后在 EQ 上慢慢的往下压，慢慢的切，压到或者说切到你肉耳刚刚听出有区别的时候停止，稍微往回一点点，这个时候你切出来的绝对不会对全曲听感上有任何影响，但是你也确切的切掉了或者压下来了很多频率的这么一个操作，最终都给你赢得了，最后你获得了更大的响度，因为更少的频率在打架嘛，所以在混音阶段一定要压和切，而不是再去使劲提，这个是最关键的，给自己省频率。而为什么你要开着全曲去压和切呢？是因为只要你开着单轨 solo， 你任何一个轻微的改变，你肉耳立刻就可以听出来。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哦，我这儿不能改，那儿不能改。但是当你把它放到全曲里的时候，你很多改动你会发现，啊，原来是我开着单轨我能听出来，但是在全曲里它已经完全听不出来了，因为好多频率都堆在一起，他们在互相打架。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个是任何一个可能给你的频率带来改变的效果器，比如说混响、延时、饱和、压缩之后，你必须要再接一个 EQ 来切掉多出来的频率，对吧？就比如说你像有的时候尤其是延时啊、混响这些，它给你带来的往往是 side 段，给你带来了更多的频率，你要切一下。然后饱和啊、压缩啊，它往往是整个 stereo 里都给你带来了更多的谐波，某一个频段它可能就是一下变得谐波更多，变得更挤了。这时候你必须要再开一个 EQ 来切掉多余的。然后就算你再懒，你每一个轨道的最后通常都是一个压缩一个限制嘛。你在最后那个限制之前，一定要加一个 post EQ， 就是最终 EQ。加这个 post EQ， 至少在最后的阶段，你还是能把一些多出来的那诸多的频率都给切掉了。也许哈，如果你犯懒的时候，前面的那些 EQ 你都可以开 stereo， 就稍微的切一下，弄一下。但到最后一个 post EQ 的时候，你必须要开 middle side 模式，因为 middle 跟 side 它毕竟是要分开去进行处理的。其实如果你工具允许的话，你最好是开一个带有 dynamic EQ 的这么一个 EQ 工具啊，就比如说 FabFilter Q3 什么的之类的，这样你可以压得更精准一点。就有一些地方你的损耗更少，你就更准确的去压低某一些地方。然后第三个就是拥有低音炮系统的人是少数嘛，绝大多数听众他是耳机或者双声道的音箱听众，这个当然是有这个苹果的影响了。AirPods 这个耳机显然是一个很成功的耳机啊，它带动了大家都去就是挂着它是时尚的，是时髦的，是好看的。然后很多厂商也都是很在意说啊，我要把这个耳机设计的多好看，以让大家都喜欢戴。然后最终就
导致了说最近5年之内，绝大多数听众都变成了耳机听众。我记得我刚开始做音乐，刚开始混音的时候，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是就是听听单声道是什么样的啊。今天你在混音的时候，你就直接把20赫兹到40赫兹的超低频提高就好了，然后你就提到不至于爆的程度，因为这个频段你想爆掉也很难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在有完善听音系统的听众耳朵里边，它展现为就是它那个低音炮，它底下那个低音炮，它的那个振幅大 amplitude 然后在普通的耳机或者双声道音箱的听众耳朵里听起来就是哇好猛啊，对，就是因为你的低频做的非常的足，是吧？这是电子音乐显然是最具有优势的一个地方了。如果你玩爵士乐、古典乐，你就一个贝大提琴或者一个底鼓，你再怎么提 sub 的部分，它也不会猛到哪儿去。电子音乐跟他们的听觉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它多了最底下 sub 这一层。第4点如果你的歌曲响度并不大，但是你又发现在这个地方，在你的 master 轨道这儿又爆音了，那你首先应该检查的是中频和中高频，也就是250赫兹到8000赫兹这个频段，因为这是最容易爆的频段，人耳最喜欢、最接受这个频率范围，然后绝大多数的乐器也都着重在这个范围。对，你可能再高，基本上都是一些泛音了，但是它的基音基本都在250到8000这个赫兹这儿，都在那儿挤着14、15种乐器，所以这个频段是最容易爆的。然后你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检查一下这个频段，然后你就立刻去用提到这个方法，就开始用 EQ，然后分别切一下，哪一些不会造成听觉上的影响，然后往下压，往往压一会儿你就会发现，解决了，不爆了，然后听感上也没有任何区别。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然后除了这个办法以外，还有下一个办法，就 panning。panning 其实是永远可以缓解你过于拥挤的频率的。对，它其实就把你的那个频率从 middle 端稍微往 side 端移一些。但是 panning 它其实也是需要视这首歌它的播放场景而定的。如果你的听众是耳机听众你尽情 panning 没有问题。但如果你的歌在电视台播放，或者在室外的那种大屏广告上播放，它可能是一个 mono 的听音系统，那你的 panning 是不会被听见的。它不仅不会被听见，它还会被展现为你的音量变小了。当然今天panning 就已经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做了哈，基本上大家都是用耳机来听嘛。对，你也可以有一些轨道，你可以做 auto pan 都没有问题，让它来回乱窜。而且电子音乐的 panning 完全可以玩得更跳脱一点，因为比如说你看爵士乐的混音里，它的 panning 它怎么摆，对吧？你鼓手在中间最靠后的位置，钢琴手在左边，贝大提琴手在钢琴的后面，然后右边是管乐团，它是根据听众的视觉和听觉那个角度，它去这样摆放 panning 的。对，然后贝大提琴可能在最左，钢琴稍微偏左，鼓中间然后加点深度，所有的管乐都在右边。但是电子音乐你完全可以不必要考虑这些问题，我鼓我就想让它来回乱窜，没有问题，不需要受限于场景，而受限于这个制作人他在怎么想。所以电子音乐的 panning 你永远可以玩的特别的花当然我再提醒一下，这个 panning 它其实核心原因，我们用它不仅纯粹是为了玩的花，通常它承载着让一些拥挤的频率稍微往 side 那儿挪一挪这么一个功能。但是其实如果你做到一个比较高深的阶段的时候，你还是得用一些插件来检查一下你的这个宽度的。对，那个 YouTube 有一个叫 Imager 那么一个插件，那个你可以用一下，它可以妥善的去处理一下你的宽度问题。因为宽度提得过宽的时候，还会带来一些小的破音，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艰深的课题了。但它不在混音铁律里，就是你那是很细节的了。然后第6个，真正的高频就是8000到2万这个赫兹，它事实上是非常刺耳的，人的耳朵其实是并不适应这个频率的因此这个频率它是需要有层次的呈现。为什么？因为8000到2万有一点点，你就会显得特别有激励感你就觉得真棒，真有劲儿。但是你要没有的话呢，它就会显得特别的弱无力，它不是闷，但是你要一提高了呢，它又特别吵。所以这个频段它需要特别大的层次，然后这个层次主要指2方面，一方面切掉多数乐器的这个最高频，不一定是8000不一定你要切到8000那么狠，就是用提到那个方法，你就挂一个 hi cat， 开着全曲，一点儿点儿的往左移，就是切，通常你可能切到12000，你会发现12000以上真的，它有一些频率在那儿闪，但其实完全听不到。你看这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6你看就切到8800。另一方面呢，
你那个真正的高频乐器，通常这个乐器是 hi hat 基本上就是最在高频位置的了。你把它的中频、低频全切掉，让它这个只有纯高频的部分。尤其是你开着全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那个中频和低频你都切掉以后，在全曲里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这样呢，就是有的乐器高频就切得很干净，有的乐器中低频切得很干净，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什么呢？首先你的高频巨干净，第二，它用相对小的音量就呈现出了很激励的效果，就不至于刺耳了。然后第七个就是，即便你的某首歌的风格是脏，所谓的脏就是可能你比如说你直接上一个限制，然后把那个 gain 直接提到最高，然后把那个limit 压到ceiling，比如说压到-2、-3，然后声音整个爆掉了，或者你上一个 overdrive，然后特别脏，说白了不就是某一个频段上它的谐波一下变得特别特别多吗？对，你声音以爆调为美的这么一个审美思路的话，但即便是这样，你依旧可以通过各种加 EQ，然后压呀这种方式，来让它脏得更响，对吧？因为你耳朵开着全曲，然后在压的时候听不出来改变的情况下，你确实压掉了很多频率，这就给最终做音量那个阶段的时候，你的歌可以变得更响。也就是说你想脏就脏，但要脏的响亮，对吧？所以说切掉听不出的频率，这个行为要围绕着你整个的混音阶段，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最终有更高的响度，让别人听得更清晰。当然，除非你有某一些特定的诉求了，比如说我最近刚做的这张专辑，我的诉求就是我希望别人安静的听，所以我整个歌曲的那个最终的响度都低了至少2个dB，就是我 ceiling 可能直接就设-3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听起来显著比其他的歌声音小，那听的时候你会觉得没劲，对吧？这其实我在筛选观众，就是我希望他在安静的状态下听那张专辑，因为那是张配乐专辑，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范畴了。但即便是我把那个 ceiling 设到-3，就特别小的音量，但是我在做每一个分轨操作的时候，我还是会把它的每个 EQ 都往下压，切的特别细致。OK，最后一点，就如果你的音乐它会在现场演出里被放，那种大场子里放。从一个职业母带师的视角来看呢，一首完善混音过后以后的这么一个歌，它的曲线是这样的，是低频最高，中频其次，高频最低。这显然符合人耳的那个捕捉习惯嘛，对吧？低频我们最难听到，所以它得特别高。然后中频我们最敏感，所以它中间儿。然后高频又特别刺耳，所以它得有，但是它得特别低。它整体是这么一个曲线。如果你看到一首歌，它的母带或者最终混音版完了以后，你开一个 EQ 在那个母带轨道上，你看到的频率就是这样的，一个斜往下。但是如果你想要做出与众不同的听觉效果，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可以玩儿。你的中频和高频的强弱你可以互换，它最后的曲线就变成了这样。对，就低频还是最高，但中频最低，然后高频又稍微起来一点点，让高频比中频多一点点。以我个人的经验啊，这样的歌你在现场放的时候，挺能让人起劲儿的。为什么呢？因为绝大多数听众来聆听现场音乐的时候，他并不是着重于聆听这个行为，他着重于是沉浸、进入式的这么一个行为。他可能在观看视觉啊，观看你的反应，然后接收到一些声音，然后就跟着动。这时候你如果有这样混音和母带的歌曲的话，你把它往前放放，就是一开始还挺能抓住人的，让别人激动起来。对，但当然这个你可能也需要你跟好的母带师来一起合作，因为如果你合作的是比较差的母带师，他一看，哎，你给他的最终混音版本怎么这么个曲线，那就完全跟他的工作流程不一样了，他会帮你重新调回来。然后母带完了以后又变成这样了。对，所以你需要跟母带师有充分的沟通，然后这个母带师最好也是一个非常有冒险精神的人，他知道你在想要什么，知道你要干什么，或者你就自己学习母带。当然这个又是一个很长时间1-2年的学习了。那就是从我的角度来讲，判断一首音乐它是不是真正的 aggressive，它不是编曲端来决定的，就是我的个人见解。因为你看你编曲它怎么 aggressive，你把速度提到200，你把声音搞得很脏，但是他完全不想，他怎么侵犯到别人，怎么冒犯到别人，对吧？你真正的 aggressive 是你通过混音的方式去侵略别人，而这个侵略别人不是说我想我猛，而是他完全不符合你的听觉习惯。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这个 aggressive 我觉得它才是成立的。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啊，它是那些高频部分，你是需要做一些混响的一些深度和它的 decay time，它的就是延时的。因为毕竟你现在把高频做得更响了，然后它确实是更刺耳的。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很远地方的传来的延续着的刺耳声音，就会比一个近在耳边的特别急促的刺耳的声音，它会更舒服一点。对，大概就这8点。有了以上8点，我们就干讲的部分，然后我们在实战里来操作一下。然后我们来看看这首歌，那这首歌肯定是越下边的越省事儿了哈。给大家看一下啊，kick 啥都没有，啥都没加，这个加了压缩跟限制，然后这个再好一点，做了一点小分层，然后至少有一个 post EQ，然后这个不光有 post EQ，压缩限制，然后还有一个避让，侧链避让，然后这个就更好了，就所谓的一个操作后面接一个 EQ，一个操作后面接一个 EQ，对，然后最后有一个 post EQ，然后 post EQ 它的 middle 跟 side 压的也是不一样的，说明就是切得很干净。然后我们现在来搞一下它，就这个首先我们各给它上一个 blue compressor，这个是 click 的啊，所以这个 attack 我直接调到01，就是完全就，然后我们听一下，可以可以，没问题。然后上一个 limiter，然后这个其实不太需要所谓的 Q 了，但是我们可以上一个，以显得就是特别讲究的样子。那这个你就不需要 middle side 了，就是你直接 stereo 就好了。这个高频我需要切它一下。OK， 就切到这个程度。然后 body 的部分我们如果上一个 glue， 我们把这个移下来，这个的参数就不太一样了哈，因为这个你看，它是一个 body， 它是负责鼓的中间的部分，因为前面我用那个 click 来可以做迎头，你看这个地方 attack 我已经给了它30毫秒，所以这个地方这个 attack 头30毫秒，我们直接给它让出来。我想想看啊，其实上来就压吧，然后我把这个的 attack，前30，这样试试。这样，这个前面我给它让出来，然后这个我给它一下就压下来，这样才更合理一点。呀 ，OK， 然后我需要上一个 Live 8 Comp， 然后我把它放这儿吧，然后我想让它触发的就是 click， 然后一点点就好。OK， 没问题。然后再上一个 limiter， 我觉得它的响度整体可以了，但是反而它的响度变低了。
呀，好多了。但其实这个 ceiling 都设负12，压的有点狠，但是没关系，这儿压的狠，其实是因为我们最后它是一个分组嘛，我们最后在这儿还是可以上一个 glue 的。稍等，这个地方缺一个东西，缺一个 EQ， 所谓的 post EQ， 我们来听一下它。其实应该是没到 side 了，但是这个 side 里通常不会有什么东西，因为你鼓嘛，低鼓嘛，最低频的部分一般是不会有什么东西的，所以你去这儿你就直接，包括这个 click 跟它，你就直接在 stereo 里没问题。你看，这儿有一堆的，那下，你就一点点往后移。到这儿你就非常明显听出区别来了。到这儿我觉得整体还好，然后我们整体给它上一个，它有可能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最后它过爆了，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把这个设到 stereo 20赫兹以下。觉得还可以再行，那还是 flow 吧。可以，这个底鼓现在已经非常响了。然后再来这边缺一个 post EQ， 对吧？先听听。典型的高频乐线嘛。OK， 这个没有加混响啊，它只是这个，因为它是一个用 synth 来做的嘛，它是个 mono 的，然后你听起来有点那个长音、延音啊，都是因为它的 release、decay release 跟那个 sustain， 所以我觉得这个轨道才是最适合加一个混响的。我们加一个 hybrid， 加一下那个最新的，这一加就会特别吵。所以我直接先把这个改成这样 ，shimmer 有点太延的会太长，然后这个我选择并列，然后 springs awesome stereo spring，OK， 哎，等一下，看到一个 Berlin spring，OK， 试一下这个哈，听一下效果。Yeah， 我如果把抗阻全。你看这个 Berlin 的这个，如果我全移到左边，它就全变成这个 Berlin 的这个。它其实在中频那儿给你加了好多的泛音 size 那儿。我们试一下哈，就特别 techno， 它其实不适合这种 IDM， 它适合的是咚嘎咚嘎那种特别硬的 techno。Yeah， 这有点太过了。
OK， 我 side 我把这儿都给切了。忽然有一个想法，我想这样，然后 side 这儿，我反而把它的中频给它让出来一些，然后这样，Yeah。OK， 这儿还得使劲压一压。Cool，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这就是你看，你不加这个 reverb 的时候，它完全是一个 drum sense 的单声道的东西 ，mono 的东西。然后你加了这个 reverb 以后，你在 mid side 里边操作就是这么的重要。我觉得现在它的响度啊，其实还是有点响。我直接在 gain 这儿再减1个 dB， 还是有点响。这样吧，我把 ceiling 设到-16，然后 gain 到。怪不得 saturator 这儿我提了4个 dB， 那你就回到1个 dB 吧，回到1个 dB， 然后这边我就不用呀。你看现在这个轨道，它的响度那么响，但它的 ceiling 都是-16，它真实的音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它的响度展现出来就已经很响了。功劳就全在这个 post EQ 这儿。对，然后下一个 bass， bass 应该是之前做了个分层。稍等，稍等，这儿还落了一东西啊。对，落了一塌。侧脸压缩也是走 click， 然后看看设定，没问题，因为我记得这个鼓组跟底鼓之间都是分开写的。对，你看听不出什么区别了，但它确实有音量被压住了。那这时候其实就是你就知道，你又给自己节省了一些音量，你压更狠一点。你看听不出区别了，这就听出区别了，因为你有那个大的 reverb 以后，它那个尾音一下被压下去了，那你就也压到听不出尾音有区别来为止。OK， 好多了。然后我们下一个 bass 你看这个加了 delay， 那你一定要上那个什么的，上那个 middle 跟 side 模式的那个post EQ 的哈。
啊，它的底鼓，你看就这几个音，1、2、1、2、3，这几个音其实挺猛的。对，它跟底鼓搭的特别好，就正好跟这2个底鼓一块儿出来，所以你感觉上是底鼓变猛了。其实这个地方我把它做了一个 sub bass 的效果。Yeah。就是咚咚。没啥问题，但是 EQ 要调的东西比较多，我这个音量做的确实够大的。有这个 delay 之后，你肯定要直接上一个 EQ， 然后 middle 跟 side 模式。OK， 这个 side 所有的低频我都不要。这些我可以让它有。然后 middle 这儿就得细修了。这个我想在 middle 的部分往下压，然后在 side 的部分往上提，我们试一下。你看没啥大影响，但是，Yeah， side 里的音量一下变特别大，这个我就比较喜欢。也太大了一点，6个 dB 吧。它太需要一个侧链压缩了。放这儿吧。这个我需要让出一点那个 attack 时间来，为什么？你看我比较喜欢的是它就这2个嘟嘟跟这2个底鼓咚咚完全叠起来。如果你直接就上了压缩的话，就是上了 B 让的话，这2个声就会变得特别小，我这个设计就没了。所以我有2种方案，一种是把这个 attack 开很高，比如说100毫秒吧，听一下效果。这个倒是留住了。但你到1秒的话，你压不压已经没区别了。听一下。或者我这样。
它 ratio 可能我试试2:1。OK， 这样就可以，没受什么大的影响。然后这个 post EQ 也得是 middle 跟 side， 听一下。找最高音，最高音在这儿，在这个音。稍微看看最高音的时候，我 post EQ 这儿它的频率大概在哪个频段？我看看我要往下切一下。对，这就是最高音了。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在哪儿呢？在这儿。啊，这个音的力度特别小，所以几乎听不到。那力度大的应该是这个音。OK， 再试试 side。OK， 然后这个钢琴应该，压缩只需要在这个 reverb 后边加一个，在这儿加一个 middle side 的 EQ， 听一下。我觉得这个 kick body 这儿，它前面还应该再加一个 EQ， 让它的低频稍微起来一点点。这样。对，因为反正这儿你会切一下嘛，这个20赫兹以下切了嘛，所以你这边40赫兹的题，它最后不错了，差不多。然后这边的 E-piano 的那个低频我就可以使劲切。呀，这样可以。然后高频看一下啊。到这个位置差不多，然后再看看 side。
然后这边改成 middle side。全都在 side 那儿。你看，就这点频率。呀 ，OK， 看看这个还有什么要改的啊？OK， 没什么问题。然后 c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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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都是一个最完美的版本。其实这个乐器，这鬼乐器啊，它应该是做 glitch 用的嘛。我是为了示范这个 hybrid， 但是刚才我们已经在那个 snare 这儿加了 hybrid 了，所以我觉得这儿啊，我直接把 hybrid 去掉，让它回归它应该有的样子。那这个所有的 EQ 就都得改一改了。我试试啊，我想先把它爆掉。然后这个地方，我直接上一个 drum bass。全 synth 我想让它哒哒哒就更分明一些，听起来会很愣。我怎么又听到这个钢琴这儿出现了那个？你看原因在哪儿？就是之前他们抢频率，你听着已经没那声了，然后现在你这边一改了这个音色以后，那个频率啊，它跟它不抢了，它那个上面那个频率就出来了，就抢频率就这点事儿。OK， 最后这儿得需要细改改了。加一点点我要加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 reverb。呀！
OK，没问题了，然后存一下，然后后续我可能会把一些底鼓的鼓点儿，还有这边 chop 的一些部分再删一下，让它别这么乱。因为你现在的这个 piano 啊，也有可能我直接把这个 piano 改成长线条，现在就会有点儿大家在互相太凌乱了，你后期一改就好了。OK，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些点，然后后续我们在实战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非常明确的听出来你的改变会给这个歌儿带来什么。OK，好，这期我们分享的部分就讲到这儿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下，花5、6分钟来讲一下大家更关注的那件事儿啊。Ham 现在所有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经过了4个月的努力，终于全部完成了。这周日我会开放报名，然后面向公众，然后今天晚上这期节目结束以后，我会先在那个 Telegram 群组里先开放报名，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节目的观众，还有他在那个技术群组里的朋友们，肯定是我希望100%能完课的嘛，因为第一届我只能招80个学员。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进行 ME 的学习了。这个课程呢，我觉得第一届的学员们基本上就是未来电子音乐制作界的火种了。对，我也不知道这个项目我能不能做到第3年。我觉得第1年和第2年我是可以坚持下去的，我会一直坚持到有100个，就是技术和审美还有热情都很高涨的人，然后大家能形成一个技术社区，然后未来中国电子音乐什么样，其实就看这些作者们嘛，就看他们是什么样的。所以前2届会投入巨大的心力，然后大家也都好好学习。我们就先到这儿，然后一会儿我们 Telegram 群组见。好，谢谢大家，拜拜。